各位好，今天继续手持 RPG 话筒为大家去聊 iCloud 的密码和钥匙串这个话题。可以翻看一下我原来的一期第3季的讲这个密码 App 的视频。其实这一期呢和本期视频的内容会有所雷同，只不过呢密码 App 是要到2024年的9月份吧，应该是秋天因为官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发布时间。那到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所有的支持的 iPhone 才会被推送到 iOS 18的系统，这个是 iOS 18新增的一个内置 App。但是如果没有到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我们大多数的 iPhone 用户还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叫做密码的 App， 所以我们还是只能通过设置当中的这个密码来去管理自己的网站的密码、App 的密码和其他的一些要记录的密码那其实我在那期密码的视频当中有聊到过，其实管理密码的功能 iPhone 很早就有，只不过呢它没有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 App 呈现到大家面前。那 iOS 18是第一次。那我自己呢是从刚刚 iPhone 有管理密码功能的时候就一直在用这个功能如果大家想看一下的话，你打开您的设置翻一下仔细找一下，设置里面有一个条目就是叫密码的，你点进去之后可以手动的去添加密码比如说你在里面点一下加号，然后写什么什么网站或者什么什么 App， 然后你用户名是什么，密码是什么，然后点保存记录下来就好了。那这样记录的好处是你每次忘了之后，它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帮你保存，你就不用到通讯录里面不是通讯录，就是或者我有些密码还真的保留在通讯录里面，像我父母的有一些重要的密码我就放在他们的通讯录下面，有的时候他们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忘了自己的密码，然后我就可以通过找他们的通讯录找到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种小诀窍吧，然后也分享给各位如果你们也承担着帮父母去搞这些东西的这个一些义务的话、责任的话，你们也可以参考我这方案但我自己的密码我是不太会记到备忘录里面的，一个是不安全，但最重要的是不方便，因为 iPhone 有专门记录密码的地方，而这个设置里面的密码这个选项，如果你想把它打开，首先要过面容 ID 这一关或者你没有面容 ID， 你是用 Touch ID 的指纹你首先要过指纹这一关才可以的。也就是说，他知道你的开机密码也都没有用，一定要你的脸出现在手机的面前才能够看到你记录的这些密码，所以在安全层面上首先有一个保证。那其次呢，它是专门记录密码的地方，格式都帮你写好了那这个地方你只要来，你就是为了找密码的，所以你不太会在其他的一些备忘录信息当中去翻我的密码在哪儿，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它是既方便又安全。大家如果想记录一些密码的话，以后强烈建议大家，不管 iOS 18的密码 App 有没有发布，你都可以先去 iPhone 的设置当中用起来。如果你用起来了之后，等到系统升级到 iOS 18，你的密码 App 当中就已经储备好了原来的这些，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东西它的内容会完全搬运过来的。那这个是帮你记录密码，而这个记录密码才是一个最基础的功能。它更强大的功能是帮你自动的生成密码和自动的填充密码。那密码 App 那一期讲到了密码安全性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也就是说，建议大家每一个 App 每一个网站的密码都不一样，而且最好是老长的，人根本都记不住的。那这种密码只有用密码管理的功能自动生成才能够符合这种比较安全的要求。但人又记不住怎么办呢？因为用密码管理的功能自动生成的密码，那么这个密码管理功能它就会帮你记录。那当以后你再要去使用到这些密码的时候，它也会自动的帮你填进去。所以这个是既方便又安全这又有保障的一种管理密码的方式，强烈建议大家使用如果你不愿意让它自己填，你也可以自己往里面去写。那以上讲的这些呢，其实是在 iPhone 设置里面的内置的一个管理密码的功能，
它是整合在你 iPhone 的系统内部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 iCloud 的密码与钥匙串。但是我要讲明白这个，必须先让大家知道密码管理在哪里是怎么回事。因为如果你根本就没有用到密码管理功能，我给你一个 iCloud 的密码与钥匙串，那也是没用啊。那现在大家知道密码管理功能是什么了，是怎么回事，怎么用，它的好处是什么，以后我们再来聊把这个密码前面加一个 iCloud 意味着什么。那其实跟通讯录啊、照片啊是一个意思啊，就是把你这台手机里面手动记录的也好，自动生成的也好，把这些密码同步到云端。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你记录的密码共享到你所有的设备当中。我举个很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你家里面刚刚装了宽带啊，刚刚开通了 WiFi，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设置网络的这个工作人员他拿着你的手机，把你们家的 WiFi 名、密码都在你的手机里面输入了。好，你的手机现在终于可以通过 WiFi 在你的家里上网了。然后设置完他走了。可是你家里还有 iPad 呢，你还有电脑呢，你还有若干这种 Apple 其他的设备呢，比如说其他品牌的没办法啊。那有了 iCloud 的密码与钥匙串这个功能，它就可以自动的告诉这些设备啊，告诉是一个拟人化，但其实就是同步嘛，把你 iPhone 里面刚刚生成的或者记录进去的那个密码通过云端再下载到其他所有 Apple 设备上面。所以只要一台设备连接到了一个 WiFi， 其他所有的设备都自动的知道这个 WiFi 的用户名跟密码是什么了，就全部自动连上。当然你在一台设备上申请了新的用户名和密码，申请了一个网站或者一个 App 的用户名跟密码，你用你的其他设备也完全可以自动帮你填进去。这个就是 iCloud 的这个密码和钥匙串的好处啊。那说到这儿，有人本能的会担忧了，安全呢，是吧？是不是有安全性的问题呢？那这个地方大家首先第一个要放心的是什么呢？ iCloud 虽然有那么多的同步的功能和开关，但是有2个是非常注重你的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它是有额外的一层保护的。一个就是 iCloud 的密码与钥匙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iCloud 的信息，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那对于密码跟钥匙串来讲，如果你想同步，它是有单独的加密的。刚才我们不是讲过这个叫上一讲我们前面一个视频我们讲过一个叫 iCloud 的高级数据保护，对吧？那我说你把它打开之后，它是会有端对端加密的功能的，有很多功能都有上了一层加密的锁， Apple 自己都没有办法访问。但是有一点就是可能网速会变慢嘛，速度会变慢。但是 iCloud 的密码与钥匙串它是天生就有端对端加密的，也就是说你即便不开这个高级功能保护高级保护功能它这个也是有端对端加密的啊，这个请大家放心。这边呢，如果你刚买过新的 iPad、iPhone， 不管任何的 Apple 设备，如果你刚买过新的，我不知道大家在激活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会要求你在刚激活的新设备当中去填你另外一个老设备的开机密码。你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其实我在工作当中遇到有一部分的用户，因为我们 Apple Store 是有帮助刚刚购买新机器的新产品的这个用户去帮助他激活，让他拿回家之后就第一时间可用不用再经历这个痛苦的激活过程，我们有这个服务。那在我们帮顾客激活的过程当中，有顾客就会问，这是我新买的一个设备，他为什么要让我输入我老设备的密码？这是不是不安全？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跟用户去解释，因为你启用了 iCloud 的密码与钥匙串的功能，因为密码与钥匙串是端对端加密的，那理论上只有你自己的设备才能够访问，但是你现在新加入了一个设备，那他不知道这个设备是你自己的，对不对？那你现在又要加入进来，你就得告诉这个 iCloud 说，现在这台设备已经是自己人了，不是别人的了，是我的了，我也要能访问我自己的所有的数据。
那你怎么才能让 iCloud 相信这台设备是你的呢，而不是别人替你操作的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个你另外一台旧设备已经用了一段时间那台设备的开机密码，如果这个密码你输对了，我们的端对端加密的这个加密机制啊，或者你说这个密钥就会同步到你这个新设备当中，让你的新设备具有访问这些密码的权限啊，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所以这个就是 iCloud 密码与钥匙串的安全性啊。当然，如果你是 Apple 的老用户，可能你的 Apple ID 申请的也比较早，密码也多年没有换过了。有一种情况，极少数会发生的一种情况是，你的 Apple ID 没有打开双重认证这个功能。那如果没有打开这个功能，它也是不允许你同步 iCloud 的密码跟钥匙串的，因为系统认为你的 Apple ID 的安全级别不够高。所以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即便是一个简单的同步密码跟钥匙串的开关，在开发这款产品的时候， Apple 已经为大家非常周到的去把安全的问题想得足够让你能够放心的使用了。只不过绝大部分的 iPhone 用户还不太清楚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看到一个功能不敢用啊。那这个也是我做这个视频的初衷和用意，也是我们全球开了，现在不能说我们了啊，就是 Apple 在全球开了400多家 Apple Store 的真正的用意啊。那这方面其实我一直在酝酿我讲述 Apple Store 的故事的这些视频，那么请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吧。我现在先不在这些节目里面给大家剧透这么多啊。那关于 iCloud 的密码与钥匙串，我们就先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